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欢迎同学们跟着林老师学汉字。上节课呢，我们讲了提手旁的字。提手旁，我们说到带提手旁的字呀，大多和手部的动作有关系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再来学习5个提手旁的字，因为提手旁的字呀，太多了。那么林老师挑这5个提手旁的字呢，也是有一定的用意的。因为呢，这5个字它们是很明显的形声字，用形声字这种方法来记字，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。来和林老师读一读吧。拌，拌，搅拌的拌。抓，抓，抓紧的抓。拥，拥，拥抱的拥。抱，抱，抱一抱的抱。护，护，保护的护。来，下边我们来看第1个字，半。提手旁右边加半个的半，所以你看，左边表意，右边表声，这就是形声字。来看看它的词语吧。凉拌菜，在夏天呢，我们都愿意吃一些爽口的凉拌菜。那在拌菜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手，所以呀，这个拌它也是手部的一个动作。来看第2个，小葱拌豆腐。我们来看这个图片，光看着就很有食欲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我们很美味，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道小凉菜，小葱拌豆腐。第3个，拌面，用美味的酱汁把面条拌起来，就很好吃了叫拌面。下一个词，拌嘴。拌嘴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争吵、吵架的意思。好，最后一个词，搅拌机。来看旁边，这就是一台水泥搅拌机。来看拌字的写法，左边是提手旁，我们昨天已经写到提手旁的字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提手旁总共有3笔，第1笔横，第2笔直直的、长长的竖钩，第3笔提，这个就是提手旁。右边的拌字我们之前也见过，下边我们来写一写右边的这个拌字，点、撇、短横、长横、竖。注意这个竖，直直的、长长的，起笔比左边要稍微高一点，然后停笔要比左边也要长一点点。下边呢，我们来看第2个字，抓，抓，提手旁加右边这个字念爪子的爪，所以你看，它又是一个很明显的形声字。左边表意，提手旁的字大多和手部的动作有关系，右边表声抓。来看个词语，抓沙子。左边这幅图就是抓沙子。抓住，抓住，抓紧，抓紧。来看看下边，这是一个4字词语，它叫做抓耳挠腮。抓耳挠腮，我们通过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到，抓耳朵挠腮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形容一个人他心里边很苦恼、很乱、很焦虑，然后又没有办法无计可施的样子。比如说
有的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遇到一道特别难的题，不知道怎么答，于是抓耳挠腮。大家来看，挠这个字也是提手旁的字。来，最后一个叫抓周。抓周，小婴儿啊，长到1岁的时候就叫周岁。那在周岁礼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举行这样的一个抓周仪式，看看小朋友他最喜欢哪样物品，他能抓起来哪样物品啊，预示着他今后的一个人生走向，其实啊就是一个满满的祝福啊，这个叫抓周礼。抓周，来看抓的写法。提手旁的字啊，刚才我们已经写过了。提手旁横、竖钩、提。右半边的部分我们来看平撇、竖撇，在平撇上长长的写一个竖，这个竖比左边的撇要长一些，在竖上起笔写一个捺，这个就念抓。抓。好，下边我们来看这个字，它念拥。拥，很明显的一个形声字，左边提手旁表意，右边用表声。来看个词语啊，拥抱，跟手部的动作是不是有关系啦？拥抱，大家来看抱这个字提手旁，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啊。拥抱，来看这幅图片，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就会出现地铁上的拥挤。拥挤，大家来看挤这个字也是提手旁，提手旁加一个齐就念挤。拥挤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组其他的词语，来和林老师一起读一读吧。拥有，拥有，拥护，拥护，一拥而上，一拥而上。拥字的写法，提手旁不再说了，右边用，我们在讲月的时候讲到用这个字，竖撇、横折钩、短横、短横、竖，这个就是拥字的写法。来看抱，提手旁右边这个呢念包，包子的包，所以呀，很明显的左提手旁表意，包表声，这个字念抱。读一读词语吧。拥抱，抱一抱，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我们刚一见面，抱一抱吧。抱歉，抱歉的意思就是对不起抱歉。来看抱这个字的写法，提手旁不再说了，右边包子的包，它的写法，第一笔撇，第二笔横折钩，里边横折横，长长的竖弯钩，这个字就念抱。抱一抱的抱。来看最后一个字，它念护。护这个字左边提手旁表意，右边这个字它也念户，窗户的户，户口的户所以也是一个明显的形声字。护，组个词语吧。爱护，爱护，保护，保护，呵护，呵护。这只小狗是我从小养到大的，所以呀，我要爱护它，保护它，呵护它。好，下边我们来看这幅图片，
在医院我们都能见到他们很辛苦护士，他们会为病人做一些护理的工作，护理。来看护字的写法，提手旁右边加护，点横折横竖撇，这个字就念护。好啦，今天呢，我们又学了5个提手旁的形声字，我们还学了很多的词语。现在就请跟着林老师再来读一读吧。凉拌菜，小葱拌豆腐，拌面，拌嘴，搅拌机，抓沙子，抓住，抓紧，抓耳挠腮，抓周，拥抱，拥挤，拥有，拥护，一拥而上，拥抱，抱一抱，抱歉，爱护，保护，呵护，护士，护理。现在同学们可以摁一摁暂停键，然后自己把这些词来读一读吧。同时呢，今天我们还学习了这5个字的写法，它们左边都是提手旁，右边表声，对不对？其实也是比较好写的5个字。请同学们现在就拿出填格本、铅笔，自己来写一写，练一练吧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了，同学们再见。